大家好，今年5月份的时候，我们是在3个不同的地方分别种下了生姜。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这3个在不同地方种植的生姜现在生长情况怎么样了，然后我们也比较一下在不同的情况下种植的生姜它们之间的差异到底有多大。这3个不同的地方分别是，第一个就是这样的菜床，并且我是用了这样的遮阳网的。第二种情况就是我种了生姜在苦瓜架还有丝瓜架下边，这是靠它苦瓜和丝瓜的枝叶来给它进行一定的遮阴的。还有一种是我种在花盆里边，也就是种植袋里边，是完全是全日照的，没有遮阴的措施。我们比较一下，看看这3种生姜长得怎么样。同时现在也到了秋天了，也到了生姜最后根茎开始膨大发力的时候了，我们这个时候要给它补充充足的肥力。现在日照也没那么强了，我也需要把这样的遮阳网给它拿掉了，撤掉之后也比较方便我们给它追施肥料了。大家也看一下，到底给生姜在这个时候应该是追施什么样的肥料，怎么样追施。我先快速的把遮阳网给它取下来，这个很简单，就是把这些卡扣拿下来就行了。拿下去的卡扣可以收起来，然后这个遮阳网轻轻的一拽就下来了。我们可以把网也叠起来，留着明年继续使用。刚刚准备好把肥料给找出来，大暴雨就来了，现在被困在大棚里边了，连家都回不去了。看样子这大暴雨一时半会儿是停不了了，今天可能也只能这样了，明天看看再施肥吧。每次下班的时候刚有机会出来干会儿活，结果就下雨，还是挺烦人的。刚好能顺便看看我们棚里边种的这最后一批的黄瓜，看看已经都开花了。这上面白色的是撒的硅藻土，用来防虫的。看看这种小黄瓜已经长出来了，还有这边这种长得更大一点儿。预计是大概2周吧，应该就又能吃上黄瓜了。昨天是狂风暴雨，今天就风和日丽了。我先把生姜的肥给它施下去，接着我们看看3处生姜不同的生长情况，来对比一下。小心的给它搂出一些浅浅的沟来，不要伤到生姜的根。肥料呢，我还是用这种344的Gardentone的有机复合肥，这种肥料用起来比较省事儿，也比较有效。施用的时候抓上2、3把，给它均匀的撒到沟里就行了。其实施用有机肥的时候宜早不宜晚，8月的话会比较好一些，9月初也还能接受。我是好多时候因为太忙了就没有时间，有时候就顾不上了。把土给它盖上，然后再浇点水就行了。其实如果条件要是允许的话，给施完肥之后盖上一点堆肥土，效果会更好一些。这菜床里边当初生姜种下去之后，为了有效的利用空间，旁边还种了一些豆角。豆角确实是给我们带来了额外的收获，不过紧挨着豆角这一排生姜生长也是多少受到了影响。看看现在还有豆角的藤蔓缠着这棵生姜，看看这棵也是得费挺大的劲儿才能把缠着的豆角给它弄下来。另外就是遮阳网拿下去的也比较晚了，其实应该是在8月份就给它接下去的。看看现在生长已经多少有点受到限制了，像这些叶子它顶到了网上，已经有点舒展不开了。另外就是光线也不太够。到了8月下旬，光照的时间变短了，强度也变弱了。这个时候把遮阳网接下来，有助于生姜接受更多的光照，这样的话有助于促进光合作用，促进它的生长。另外我们种姜的时候，为了让姜有更长的生长周期，一般在春天中生日过后，大概是2周就可以移栽到地里边了。然后等到秋天的时候，霜冬日来临前，我们把它采收下来就可以了。一般的话，生姜在最后2个月生长的会特别的迅速，姜块会迅速的膨大。如果我们尽可能的多给它一些生长时间，那么到时候挖出来的姜块就会更大一些，更壮实一些。现在来看看丝瓜架下边长的生姜，丝瓜的枝叶还是太茂盛了，导致光照不足，瓜架下边的生姜长得就比较瘦弱一些。我现在钻到瓜架的下边了，看一看长在边缘的长得其实还可以，但是越往中间越瘦小。
这也验证了生姜耐阴，但是并不喜阴的特点。它可以在很少光照的条件下生长，但是并不能长得非常壮实。一般生姜在幼苗期它是怕强光还有长时间光照的，但是长大后还是需要充足阳光的。我一会儿会过来给它施肥浇水，现在先抓紧时间去看看那盆盆栽的生姜。这就是那盆种植在盆栽的生姜了。8月初的时候，我给它施过一次有机肥。它幼苗时期我没有给遮阴，被光晒伤了，不过后来恢复过来了。长大后也是一直在全日照的条件下生长，长得也很不错。看来大株的生姜就不怎么怕强光和长时间光照了。我再给它施点肥，培点土，就等着10月中下旬收获了。看看这种在全日照的条件下生长起来的生姜，它其实不是特别的高，但是每一颗都是特别的粗壮。我们这些生姜都会在10月的中下旬收获，具体时间就看到时候霜冻日的情况了。到那个时候，我们把姜给它挖出来，然后再来比较一下，看看不同生长条件下长出来的姜，它的姜块大小到底有多大的差异。大家如果喜欢姜的话，明年也可以种起来。一般的话，你在菜床里边呀，或者是在大地里边种植，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如果是没有足够的空间，那么选择这样的种植袋或者是花盆，种上1、2颗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看看我这一盆，其实当时是种了3颗，死了1颗，只活了2颗，现在也是长得这么发达了。我预计这里边姜的块茎应该是长得会比较大的，到时候咱们一起来看一下。